个地方现在空地还比较多，然后这个医院呢，现在可以出动23辆救护车。我去，我刚放置以后，它直接出动满了。再给大家检查一下旁边这个建筑啊。有同学说我们现在不涨人口的原因是因为地价太低了，但是这个伊甸园计划我已经放置了。随机点开一个小区来检查一下，地价37克朗。你看这个区域的房子，它现在平均等级已经马上4级了，说明跟这个地价是没有关系的，只是我们这个地图现在框架铺的太大了。我去，我拉这么大干什么？我们再回来啊！刚才说要为他们解决一下工作是吧？我们就利用这个土路呢，稍微不规则的来几条路线。因为有粉丝说这个地图现在直线拉的有点太多了，这条路可以来几条45度的，是吧？哎，不规则的话有的时候更漂亮一点。然后再随机的开几条路口。既然作为一个小型的工业区呢，我们这几条道路，哎，就随便来吧，现在也无所谓了。现在我们也不用把这个土地的利用率给做大了，根本没有作用啊，一直不让我们盖房子。怎么样？好像不怎么样。这边接着废品厂，哎，现在这种曲线美看起来大家应该也是会喷我的。我们可以不划分区的在这里去放置几个工业的小型建筑，是吧？穿插着来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个房子，挨着我们的回收中心，然后这个房子应该会很快盖起来的。再把它的水源也连接一下。用不了那么多啊！我去，我之前挂机挂了10个小时，这个房子始终盖不起来。然后现在我们挨着这个回收中心啊，发现这个普通的工业区它盖的倒是挺快的。然后根据我们的经验呢，这个地图唯一不真实的地方就是旁边的这个树木，看起来这个颜色太淡了，不立体。把这个树木全部做一个框选啊，把这些看起来不是太真实的树木我们全部砍掉它，干干净净的。哎，我刚才规划的是工业区吗？这个工业区为什么随时川有限公司是工业区，为什么它盖的是一个房子？哇，可能现在的工业都已经升级了。然后呢，接下来的房子我规划了几个，没有盖起来，没有盖起来的话也无所谓了，我们直接这样稍微跳一点点，然后就静静的等待一下吧。没有办法哦，我去，终于起来一个房子啊！长隆辣条厂，这个辣条厂好像有点太小了。那么这些工业区呢，他们一会儿会出售一些商品的话，可以来到旁边的这个货运火车站。唯独就是这个货运火车站呢，中间隔了一条小河哦，我们可以试一下用这个 CSUR 能不能在这里做一条跨海的小河。看一下，这个桥梁可以拉在这儿，然后这里不是正好也有一个平台吗？右边的山上去做动物园，左边的山上呢，我们继续发展商业。哎，咱们想一下这条路从哪儿过去？观察一下地形啊。这里有2个小工业没有电了。其实中间的房子如果盖起来以后啊，这个电源会自动连接在一起的。而现在供电的话，我们可以试着啊，在这里放一个风力发电机，放在这里吧。这里不怕污染啊，目的是为了让它的电源呢，慢慢的最后连接在一起。我去，把它放在这儿以后，我刚才是不是要把马路建在这儿？我是怎么想的？哎，咱们想一下，这里做立交的话，一部分要通向对面的写字楼，一部分要通向山上去做动物园。从这个山脉旁边啊，来，我们先起一个路口。但是这个 CSUR 呢，它必须得贴地面，所以我们先强制一点点。哎，穿模了，把这个节点再升高一些。还可以啊，升高了以后不是太影响。来吧，越过前方的这条铁轨，正好过来一辆火车。啊，没有问题啊，这高度没有问题，就看前方的这个地铁轨道了。所以让它继续升高。哎，太高了，这个节点太高了，再降一点。然后我们去考虑一下这个动物园的立交啊。然后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山上去密集的去发展一些人口的话，是吧？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个广场，然后把立交主要接到下方的这个主干道。
先这样来吧，把它去连接一下。啊，右边的道路刚才接到哪儿了？啊，在那儿。右边的道路在这儿。啊 ，OK， 这条路现在是接上来了。那么现在高度差异还是有点大的，越复杂越不规则，我们看起来会越漂亮一点。我们先起开一条4车道的路口，2车道肯定是不够用了。第一步先抬高，哎，就是接第2层的话，这个高低现在差异有点太大了。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1、2、3、4呢，把它提前分成1、2、3、4匝道，让它向左边走。那么至于分出来的匝道呢，直接把它变一下，所以就不用强制地面了。去连接一下对面的动物园，虽然我们还没有建设好，也是可以提前把它给预留出来的。哎，现在这个高度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这个方向呢，就可以变化一下。至于这边旁边的匝道，我们让它下来。哎，有可能这个地方会做2个立交，哎，要不然一会儿和2层的话有点不是太好连接。第2个节点就不能再让它连接了。我们让它稍微靠近一点点，让它看起来是一条道路，其实它是2条道路。至于下方的空地还很大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弯道呢也打得稍微大一点。这个时候让它不断的下降。我们通过把这个圆给扩大呢，现在这个高度的差异倒是可以了。然后前方的3、4直接把它变1、2，从这个位置开始变吧。至于对面的这个车道呢，我们可以按照刚才下来的路径，让它继续画一个半圆，可以直接把它连接到上方的节点。还有什么自在，还有什么悲哀？这故事中的人不再精彩，下去了。着我汹涌的忍耐，今年浪花又开，开了它也会败。我想要一个人活得精彩，有些我拿了不归还，你拿了就逃开，在失去中我慢慢的变淡，是不痛苦的未来，却把书包中的日记更改，把虚伪的真爱也全部都掩盖，把每次心痛都当成活该，把心慢慢的释怀。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我给你的爱，给你的爱，给你的爱，把虚伪的真爱也全部都掩盖，把每次心痛都当成活该，把心慢慢的释怀。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明白。啊，不对呀，这个立交它现在已经通车了，但那个车辆从哪儿过来的？这边是断头路，然后右边连接了一部分我们的写字楼。这个立交感觉有点施展不开了，这个地方有点太小。至于在2层的一个平台上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匝道的弧度画的稍微小一点。其实按照逻辑来讲，这样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高度目前看起来也算合理啊。目前没有说哪个坡道看起来特别的夸张，再降一点点就可以了。OK。至于这个方向，它现在2车道渐变成4车道，看起来有点麻烦。哎，或者我们直接把它变成4车道，不，变成4车道的话，这个位置它现在连接了一个小土路。那么我们暂时先把它变成3车道，1、2、3、4，把它变成1、2、3。对面1、2、3变1、2、3、4，这里1、2、3变1、2。至于大家说的这个合理的电线杆问题，我们现在还不能取消它，等后续啊，等这个工业区，哇，已经污染的这么严重了。刚才好像在旁边种的一些树木已经被枯萎掉了，其实这个地方应该放民房的，是吧？
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人口需求啊，就先暂时这样做。等这个工业区再往左边发展一点点，最终连接向我们的大坝，这个时候，然后再把这个电线杆给取消。既然现在还有重工业或办公区需求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工业区呢，用这个砾石路再扩建一点。走着，根据前方的这个山体啊，让它错乱一点点。然后我们再画工业区呢，这个地方就没有必要那么密集了，可以从这个方向。这个旁边种树的问题肯定是不能作为一个装饰的，我们试一下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石头城。但是我感觉是够呛的，找一个稍微小一点的石头。来到这里实验一下，有点太大了，这个石头不能放的太多。然后我们再点缀一些小型的石头，点缀一点点就行了，不能太多了。限速有点太慢了，我们让这个车跑得稍微快一点，要不然这个垃圾车太影响效率。这个石头路，这个土路目前限速是30，其实还算是比较合理。我们把它取消了以后，让这个工业的效率增长2倍不是问题。还有这边的道路，你看啊，取消限速以后啊，这个车辆跑起来，哇，这个车轮是带土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再打开工业区的装饰。OK， 基本上随便动一点点啊，这个地方不能装饰的太多，我们就让它稍微变得自然古朴一点点。这里的工业区呢也没有盖的那么密，我们根据这个山体啊，比如说有的在坡道上，有的就在我们的山下。然后这个工业区呢，我们也不用再为他们去安排这个销路的问题了，旁边是肯定有一条铁路的，